01，杨紫和赵露思都很忙。沉香如屑和海上生明月，你更喜欢哪一部？沉香屑的情节已经没有那么虐心了，燕丹在应援的帮助下成功渡河，同时被消除了记忆。燕丹也变成了花妖，开始了新的生活。为了调查仙魔之间的战争，应援也下了凡间，成为唐周，一个猎魔人。他们将在凡间再次相遇，不知道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。沉鱼落雁很火，程英和杨紫的吸引力也很大。天界对他们非常虐心，看了让人窒息。在凡间，他们都能快乐的生活，不再被那些条条框框所限制。燕丹的扮演者正是杨紫，她因多才多艺的身材而被认可，她的哭戏很有感染力，她似乎有资格和任何人玩 CP。杨紫因《家有儿女》中的夏雪一角而成名。无论是《亲爱的》、《爱尘埃落定》、《欢乐颂》还是《余罪》，杨紫都演绎了自己的角色。如今，杨紫已经成为一个有实力的演员，她的演技不掉线，人物形象生动，让人过目不忘。除了最近播出的《碎碎念》外，杨紫还参加了综艺节目《你好，星期六》，整个7月都在忙于电影和综艺节目。杨紫主演的一部电影也将在稍后上映。除杨紫外，另一位女演员也很忙。翻拍自《知否》的原作者星汉灿烂目前正在播出。星汉灿烂第1部已经播完，接下来是月满西楼，也已经更新了几集。海上升起的月亮主要讲述了程少生和08妖订婚后的情节。前期，程少生是一个典型的留守儿童，父母不在身边时，由三叔葛某抚养。母子关系一天比一天差，母子关系一度达到冰火两重天的局面。程少山和楼瑶的婚约因一些事情不得不取消。反过来，08妖向程少帅求婚，程少帅很快又订婚了。在剧中，程少商与3个男人有感情纠葛，楼瑶、袁深和08妖。08妖的复仇线已经被打开，他和程少商也将经历一些特殊的事情。通过这些事情，每个人都成长得非常好。扮演程少帅的是赵露思。赵露思今年有2部古装剧在播出，一部是《星汉灿烂》的第1部和第2部，另一部是已经收官的《且行且珍惜》。1998年出生的赵露思今年只有24岁，她在19岁时出演《凤凰传奇》进入演艺圈。在短短的5年时间里，赵露思已经跻身95后女孩的行列，成为各大电视剧的头号女演员。无论是《青囊记》中的叶云生、三千鸭中的秦川我、喜欢你中的顾胜男、春花秋月中的陈倩倩，还是陈倩倩的传闻中的陈倩倩，她基本上都是妥妥的女1号。下半年，除了拍戏，赵露思还代言了不少电影，包括美容、沐浴露和洗发水。到目前为止，赵露思的资源还是相当不错的，无论是女1号制作、代言、综艺节目等等。《神雕侠侣》中的杨紫与《星辰变》中的赵露思相比，差距太明显了，同样饰演女1号。故事不仅仅是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故事，还融入了侠义精神。无论是天界的燕丹，还是凡间的花妖，都特别重情重义，对身边的一切都以最大的善意和柔软对待。星汉辉煌是一部以空心历史时期为背景的古代木偶剧，除了1女3男的感情线外，还融入了宅斗等元素。程少帅和他母亲的关系始终是讨论最多的情节。2人之间紧张的亲子关系，没有达到母亲的要求，也没有注意到母亲的教育方法，总是最大的看点。幸运的是，杨紫和赵露思都使自己原来的台词更具有亲和力，他们的声音也更能还原角色。02应远胜过沉香如出一辙中的工作单，诚意完成了他的奉献，但还有一个缺陷。经过不同记录的更正，明星的名字不再出现在热榜上，人名一律使用。改动之后，其实重要的并不大，综合考虑，就是先看人物的位置。您可以了解哪个节目是众所周知的，哪个工匠是著名的。近来有2部老剧在交锋，一部是鹅厂的《星光灿烂》。不确定程少上整理了这一看，
随后调查了万年变种的甜蜜和有害的爱情。一是沉香如碎花，应援与颜丹两世间的情愫，被天堂和世界的标准误解了。毕竟风险，我们应该在一起。此前沉香被红牌罚下，星韩普遍接连拿下主力位置。不过，当传出沉香的成分片时，这个角色破败的主人公就要转手了。在最近的一次定位中，应援毫不费力地以1万多的筹码占据了第1名，领先第2名的一半。作为8月一直矜持的心上人，在颜丹看来，对应援军真是无情。无论如何，按照上帝的观点，对应援来说是美妙的。应援身负普通公民的非凡义务，偶有傻分，能力值得表扬。如果把9中天的各项事业都看成是工作的话，应援是真正的花花公子。叔叔是统治者，他个人是小精灵的亲戚。虽说他爹是修罗一族的，可不是人人都知道。不过他身上有着修罗族的血脉，加上不死之术准备得很辛苦，多少算是剧中的顶尖强者了。在仙界是至尊，没有人想过折磨修罗一族。的确，即使在人界，他也是一个技艺超群的恶魔追踪者。有这样的底蕴和实力，应援要么化身为神明，不顾世事，有可能他可以稳定工作，而在剧情中他是最后一个。去忘川短期看颜丹度，没想到会遇到偷袭来的冥王。就在他露出真身的时候，他却是惊恐地弯下腰，被网友嘲笑说他换上了工作服。以天命降世的应援，完全是被舅舅要求的。在这种高压的气候下，他能找到一些翻海龟的乐趣，这也是他比较不成熟的地方。见到颜丹之后，他就表现出了热情的一面。恰巧庄严的统治者同样会自称虚弱，并故意拒绝个人。燕丹埋怨自己是个恶棍，却又粗声粗气地说他并没有说自己是个正人君子。再一次，他给燕丹戴上了15部腕带，他恨燕丹太过分了。回绝他抄书，应援的舌尖探不出头来，神清气爽。颜丹在他心里之前就已经接受了这个世界为自己的义务，对待崇拜他的荧光灯，他也不得不一次次回归。更何况颜丹在夏雨化作恶灵之后，不顾颜丹的意料，还是来给自己的妹妹送上几位仙人。不管怎样，他越说越相信阴阳，希望他的前途一片光明，但他的神态却毫不在意冷。角色很诱人，必须由艺人表演。诚意的领悟让美强无可救药地回避上了应援神，明显地表现在了众人的面前。无论是管理他人时的不苟言笑，还是检查颜丹时的约束，就外观细节而言，专家基础的基础是伟大的。此外，当需要巨大的接近家庭差异时，例如被拒绝时，根本增强是冷酷的。没有道具的帮助，他就像真的被拒绝一样。我崩溃了很久以前就广为人知，而现在他疯了。诚意的表现还不错，可惜还有一点瑕疵。第一故未赋能，取名故于面然日常修行，唐周怕是可惜。那就是命名的问题。临近播出前的节目开场，权威人士送来了诚意的第一份强力素材。艺人专注于声场的线表，尽管他独特的声音无法与专业的命名教育者相提并论，然而他也有自己的名声，喜欢细腻的低音。自从命名已经成为一种主要的气候，圈子里的一些教育工作者已经在不断的命名他。在众人听得有些厌烦的时候，第一批粉丝还需要让诚意出现在第一声。不管怎样，奈何这群人居然选了界大，而且界大离应援异常近，因为应援本来就是冰冷的战神。关于唐周，第一首配乐是在命名形式之前交付的，演艺人员的声音大家自然听得见，所以被命名的变种感觉少了一点鞭炮。改变和改变环境声是无论如何都可以改变的，但是移动命名似乎是非常有问题的，所以我担心唐周真的很可惜，